Yuki Bajin 神善财的72个故事，活着让活着 Live and let live。 从前有一位年轻人独自走在乡间的小路上，突然在前方的路上，他发现一条眼镜蛇王就在路中间。那是一条威严的蛇王，它挡住了道路，无法绕行。这位年轻人记得，从小他就被教导，如果遇到眼镜蛇王，千万不能跑。他知道他有3个选择：一是举起手杖打蛇，而且设法将它打死；第二个是站在原地不动，等他离开；第3个是保持静止不动，观察这眼镜蛇王是否会先发制人。若是他攻击，到时候再应对。但这个年轻人没有采取这3种方式，他做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决定。他将手杖放在肩膀上，与蛇保持着最大的距离，然后慢慢的一寸一寸的从他旁边移动过去。这个眼镜蛇王并非愚蠢，他很清楚，若真想咬这个年轻人，只需奋力一咬便可得逞。但他也知道，如果跳得不够远，就可能会被那根棍子击中。于是他观察到，这个人愿意让他活命，只是安静地经过，那他也选择让他活着，而没有出手。就这样，事情平安结束。当晚深夜，年轻人终于抵达家门。他打开门，走进屋内。这天他走了一整天，肚子饿得不得了，他便走进了厨房准备晚餐。吃饱后，便打着呵欠走进卧房。他看见妻子正熟睡在床上，脸上洋溢着宁静安详的气息。然而令他震惊的是，就在他妻子的枕头旁边，竟然盘着白天遇见的那条眼镜蛇王。这个年轻人十分机智，他并没有慌乱，反而是小心翼翼地和蛇王拉开距离后走出房间。他赶紧回到厨房，取了一个锅子，倒入了牛奶，然后将锅子拿到床旁边的地上。让他松一口气的是，蛇王滑下床，滑到锅子的旁边，喝了一些牛奶，便静静地溜出了家门。隔一天清晨，年轻人与妻子心怀感恩，他们便一起前往寺庙祈祷，感谢上天保佑他们安然无恙。在寺庙里，这寺庙的住持走向他们，邀请他们进入自己的静修室。住持说：“孩子啊，我有一件事情想请你帮忙。”年轻人回答说：“师父，能为您服务是我的荣幸，请吩咐。”住持指向自己的宝座说：“你愿意坐上这个座位吗？”年轻人吃了一惊，一位真正的奉献者是绝不会坐在老师的座位上的，对他来说，那是祭坛般神圣的所在。师父的座位就是学生的圣坛。这个年轻人诚恳地回答说：“师父，我不能啊，这是属于你的宝座，我只是个弟子，只是来此感恩和祈祷，并奉上我们的一点点心意啊。”住持再说：“若你不能坐，那么能不能勉为其难，稍微滑过去，坐在那里一下也好吧？”年轻人满脸的惊讶，他明白这和原先的邀请并没有不同啊，仍然是请他坐在那个座位。最终他顺从地回答说：“
既然师父您如此的坚持，那我就会照做。不久，住持离开房间，然后他带着水和毛巾回来。让年轻人和妻子惊讶的是，住持竟亲自的为他洗脚，并且喝下那洗脚水。之后，住持还召集了整个村庄的人来到寺庙中，并且将洗脚水分给每一位信徒饮用。当仪式结束，人群散去后，年轻人从座位上起身，他满脸的困惑地问：师父啊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住持语气庄严地说：孩子，我必须告诉你一件事，7天后我将离开这具肉身。今天早上啊，我已派人前往全国各地，邀请信众们于7天后来此见证。但是我必须请求你，那天你不要出现在现场，你会被邀请在稍后的时间才抵达。到时候你将坐上这个宝座，并正式宣布为下一任的大师。年轻人震惊不已：师父啊，7日后全世界将聚集一堂，见证您离世升天的那一刻。他们都将听见并感受到天使们灵引你灵魂的震动。然而我却是唯一无法亲历这个神圣时刻的人吗？师父啊，我究竟做错了什么，竟然有此恶报呢？我坐上了这个宝座，我让你为我洗脚，甚至你还喝了这个洗脚水，还给众人们饮用。我到底犯了什么罪啊？住持轻声地说：我的孩子，你并没有犯错，你是我最优秀的门徒，你深深地实践了让活着的法则，以至于即便我想舍身归神，在你面前也无法完成啊。如果你当日出现在现场，我便无法离去。我要回到我终极的导师身边，而你将成为这世界上的下一位导师。因此，我命令你在那天傍晚6点再来，而其他人会在清晨抵达，因为我会在中午11点离开人世。这个年轻人他说：哦，我明白师父，一切照你的安排吧。年轻人说着便跪下触摸老师的双足。这时候住持眯起眼望着年轻人的脸说：等一下，我知道你在想什么，我看透了你的心。你心中正在想，不论我肉身在哪里，精神上我都会在现场，是不是啊？年轻人脸颊泛红，他点头承认说：是啊，师父，你说的完全正确，我正是这样想的。住持笑着说：那么你得向我保证一件事情，否则我无法让你与众人一同参加。年轻人问道：师父，请说，什么事情呢？住持说：我的唯一要求就是，请让我死。年轻人神情哀伤地说：但是师父啊，为什么呢？住持说：很遗憾，我有你这样的学生，如果你不允许，我甚至无法死亡啊。你的爱如此的深切，以至于你不会让我死去。你对让活着的实践已如此的彻底，以至于如今我必须命令你让我离去。唯有这样，你才可以被允许参与我的出殡仪式。7天后，这位年轻人按照时间来到了，他祈祷着为师父护送灵魂通过死亡之谷，帮助他放下旧有的肉身。
你们都以为疗愈师只是普通人，其实不然。一位真正的疗愈者是怀抱着让活着意识的人，让活着才是真正对生命的信奉。只相信不可杀生还不够，更深的一步是让生命得以延续。所有阅读这些故事的人都变得丰盛、美丽和幸福。借着这个谦卑的祈祷，愿我们分享这些流传千古的美妙故事，来帮助我们的记忆，引领我们的生活。当一个人爬上楼梯，从第一个故事到72个故事的最后一个，终会抵达无与伦比的美丽、丰富和幸福的顶楼。